嘿，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丰盛奥文的频道。然后呢，我会用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快速的方法来去帮你占卜你的恋爱占卜和内容。我会用很快、很直觉的方式去解释你这张牌组跟你的选项里面的内容。那么，如果有对应到呢，恭喜你，你的感应很直觉，你能够在里面找到对应的关键字或任何内容，能够帮助你，当然是最好。如果3张牌或是什么，你对这3张牌的抽取没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第4个阶段，我可以第4个阶段直接给予你今天的一些建议跟牌主要给你的祝福，还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好资讯、好讯息，好吗？你可以跳过前3直接到第4都 OK。谢谢你来，那么我们开始咯。好的，我们今天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是先选到这张钱币9这里。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是说2个人分开之后他的状况如何，他还会想我吗？那我们就连续抽牌的方式，连续往下一个一个问题往下问，看看情况好吗？我们就一次全部翻开了，我们一次一次往下走，这样子我们顺着直接走，也许会更好，好吗？那我们先把这个牌放进去，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好吗？抽到了第一张，第一张是宝剑国王哦。目前他的情况可能看起来就是他可能有在专心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也没有，应该也不能说专心自己的事情，他现在把自己放在比较轻松的状态，可能可能各方面他可能已经有开始思考他的人生各方面，也找到了比较稳定的位置。他在目前的状况来讲，他其实生活还蛮稳定的，有自己的方向，想很多。也许工作还算蛮忙的，但是他个人的成就感还蛮高的。所以，如果你要问的是说他现在还有新的对象或什么的话，目前看起来他有新的对象的机会是有，但是他好像没有专注于在那里，他比较像是有点顺其自然了，有遇到就遇到。可现在的工作心思有点偏向那里去，但好像还没有完全往那里，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摆动的状态。我可以想象说，他可能已经他的脚可能已经踩稳了啦，他可能已经踩上了他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可是心思各方面还在分析，还在摸索，但是已经有摸到头绪来了。目前情况他的情况算蛮好的，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他的情况其实还不错，好吗？你们分开之后，他其实好像有往自己的未来的那个方向前进，整个状态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再来看看他目前生活上或是跟另外里面遇到什么好跟坏的事情。我们先看好的好了。目前看起来他心情上是蛮好的，有受到比较多人的赞赏跟各方面。如果是以工作来讲的话，其实他表现得很好，有得到蛮好的成就感。基本上到了圣杯9的时候就没什么太多的困扰。我们不探索他内心世界，我们就从他外在来看的话，从表面上各方面，朋友间算是表现得不错，很多人都蛮肯定他的。来看看他现在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会不会被我们翻到？看一下好了。目前看起来，其实这张牌没有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说，当你们分开之后，他的状况来说，我希望你不要往说跟你分开来之后他会过得更好。没有，也许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你们分开的时候可能是讲好的，或是也有各自的前程要走，所以你们分开了。如果我们以比较好的方向来讲，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太讲逆位，不太直接讲逆位，不要那种一翻两瞪眼的句式。如果牌面已经会告诉你比较不好的状况，那我就会看到，目前看起来他现在在不错的讲错了，在不错的时机点，然后就像前面讲的，他其实已经蛮明确知道自己现在想要做什么，而且有人欣赏他的能力、分析能力、创意，还有他看事情的角度。而且他好像在他的工作上面，在他生活上面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蛮多人赞赏的。而且他现在好像也在等待一个不错的时机点，他可能想要转去一个更好、更往上的方向，走去更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有人在提拔他，有人在指导他。他现在算是在不错的时机点啦，
而且他学习的情况也蛮好的。如果你们还是朋友，还有联络的话，其实你可以问问他的情况。我觉得你可能会蛮高兴去被他分享他现在的一些很好的情况。对，因为毕竟我后来这一张牌，我是想问问看，说他现在有没有什么困境、困难的情况发生？是没有反而一切都还蛮顺的。还有，我看看哈，我看我们再翻一张牌来看看。目前有人在追求他吗？或是有人喜欢他吗？翻一张来看好了，看看有或没有。不太像有但他确实还算是蛮有，目前状况来讲，他其实蛮有魅力的。他在工作上各方面还蛮有魅力的，或是这张牌是要告诉我说，有一个蛮有魅力的人正在吸引他，也有可能这个不太像是追求，有点像是他可能有点崇拜某些更有能力的人，然后在他现在工作的这个领域上，也许他心里是有点崇拜他吧。我觉得他可能在他现在的环境里，他有可能他有喜欢。但我觉得这张牌给我一个感觉，不太像是只是个喜欢，它比较更多的是一种能力上的崇拜跟仰慕、尊敬都有。这张牌告诉我的是说，有比他更好的人，让他学习的人，在他的生活环境，也许正在帮忙他，或是鼓励他、带领他。所以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一张牌是对他生活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的话，能够造就他前面这一个状况，其实是蛮合理的。从这里推过去的时候，一步走到，如果这一个人是他现在生活的影响点、关键点的话，其实还不错。那如果你的心里的提问，首先我们是问他现在的状况嘛，状况是不错，然后你再提问有没有人喜欢他。我觉得这个是个双向的问题，喜欢他或他喜欢这个。但我不可否认的是，也许他们在某种角度上跟关系上彼此是互相喜欢的，可是那个喜欢不一定是爱情的喜欢，有可能是能力上的喜欢、相处上的喜欢、朋友上的喜欢，都还在往上慢慢的发展下去。我来看一下现在他们的关系，如果有这个人的话，关系情况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来，这一张关系还蛮好的也许有可能有慢慢发展到比较会像是朋友在往上，我不会直接肯定说他们关系已经到非常好了，因为我看到的是掺杂着蛮多不是单纯只是工作关系，或是不是单纯只是朋友关系的。我觉得他们很像是自己遇上了同事，或是同事啊，学校的同学。反正不是单纯只是一般的，他们的生活有连在一起，能力上、工作上、向往上，可能目标也算是一致。那个人也算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也算是情感算蛮丰沛的，可能可以带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能够表现出自己内在情感的那一面。当然，我现在说的不是说跟你的状况比较的话，它比较能，但没有，不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方向，我们这个方向是指单纯是我们去看看现在的那一个人对于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人的情况，好吗？一切我们都是以祝福的起点开始来说，那如果是他们两个的关系上会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吗？我们不诅咒，比如我们是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好。也许你可以以朋友的角度去问问他，然后看有什么帮忙，因为我不太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你们自己去定义哈。我看我刚刚的提问是说他们现在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或什么的，哇，如果是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角度来讲，看到的是可能有2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他们往下发展。如果这个点我们直接把它分成，也许我看到的他们可能不太确定他们的关系要不要再往进一步发展。也许当朋友原本就很好了，当同事原本就很好，当同学啊，也许就很好，或是有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男生的像兄弟，或者两个像姐妹，其实当姐妹这种关系也不错，比朋友再更进一步。或是如果他是他的知心好友，或是然后他们再更进一步，或是也许他可能他是他的他有感觉到他是一个他最知心的人，他们要进一步变成知心好友，或是他们的情感面变得比较浓烈，比较往前下去。这样他们有在讨论，应该要再往，可能要都是好的方向啦，反正就是在更升级的话，哪一种会比较好？他们现在正在选择，有2个比较好的方向要往下。那是什么样子的方向？我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要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只确定他们2个的关系现在目前还不错。他们要往更好的方向往下走下去的话，教皇牌的话，我觉得这个点，我反而觉得已经不是，我看到这个牌，我反而更肯定觉得他们不是要往爱情的方向或是恋人的方向走，他们可能更像是合作关系，因为他们可能有一起共同负担某一种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要一起讲大一点，可能就是一起领导公司，因为他的发展现在可能都蛮好的，遇到贵人吧。这个牌比较像是遇到他的一个贵人，情感上的、工作上，这2个加起来就是他情感上、工作上的一个贵人，或是很了解他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在讨论要如何发展往下，然后到了教皇牌出现的时候，我反而比较肯定是说，他们可能在讨论一些能够带领大家、影响大家，或是他们的那个整个社群的发展，或是公司、社群，或是他们的组织或什么。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比较偏向于去影响更多人的那个方向，而不是他们2个自己内心两人世界。这里面有那种2人世界的情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人的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还不错啦，过得还不错。不管是哪个领域的话，这个他现在的情况表现都还不错，你是可以放心的。如果我再往下问的话，我不太确定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但我觉得你可以去好好去关心他一下。如果你很久没跟他关心，还是要帮你抽一张牌。如果你现在主动去跟他联络，会好吗？不错啊，你可以去跟他联络啊。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开放，情感面跟那个心灵各方面都是比较开放的。也许你们分开的时候的关系分开的情况并没有很差，彼此好像也没有在拘泥在某些问题上面。如果你们本来就是有蛮好的朋友关系的话。我想一下，我现在感觉到我没有在里面看到一些你们彼此的问题啦。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打开心胸，或是放下一点去，因为毕竟看起来对方或是这整个情况来说是走向比较好的情感面的那个方向。我在这个牌上看到一整波的温暖跟包容，还有。不知道，我觉得这里面的水的成分是一种温和的，是一种温的，很适合往未来慢慢的走去，而且这整个情况感觉是蛮好的。即便是他现在身边出现那个人，我觉得他也不是在恋情上面是成为一种敌人的角色出现，而是可能是他的贵人的角色出现，无论是心灵跟成长面，毕竟。有的时候人会出现的一种心灵伴侣啊，会收妹那个，他们不一定会在一起，他也没有所谓的遗憾没有在一起这个成分。有的时候他就是他的生活中需要出现一个这么了解他的人，但也许每个人的关系上的定义并不会就直接往恋人的那个方向走去，毕竟很多情况。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关系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那个人不一定是最了解的你的人，但他可能是最能够补足你缺陷跟照顾你的人，而你心灵的缺憾那一部分，可能会在不跟你在一起的人，比如说你的soul mate啊，或是太强大的双生火焰那一个角度去发展下去。我们不能把人的关系看得太狭隘。不过，如果你想要主动去联络他，或是关心他，更为比较融洽的关系，或是分开之后可能有点
太久没联络了，你是想关系他不想再往进一步，你只是觉得不想要这个关系断掉，其实你可以联络他一下，传个讯息啊，或什么的，简单一下，也不要暗示的，或者就是有一种关心的口吻或什么的都可以啦。我觉得这情况都还蛮好的，你不用太担心、太害怕。我再帮你抽一张牌看看，你们两个关系未来发展的好坏度，会不会有什么，一些 tips 跑出来告诉我说，可能最好不要。看一下，有圣杯，不会啊，不会啊，其实一样，这个也算是一种这边其实它是一个火的感觉，它好像是你内在一种火的能量，然后它用水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整个牌看起来就是一个温温的水，是个很温暖的情况，没有任何阻碍或是缺陷或是一些破裂感在这个牌面上面。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说，我们要问一下说，离开之后这个人状况怎么样？答案是不错的，他蛮好的，一切都发展的蛮好的。那他旁边有喜欢的人吗？如果你觉得是恋人那边的喜欢的话，可能我觉得是没有。但以后他们会怎么发展下去，我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是不会先往那里发展，因为他们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合作或什么的。那他们的关系目前我看起来，他可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或是他现在从这一张牌一开始就说了，他正在思考他的人生一些某些东西，不是正在思考，他已经思考好了，他已经踩下去，正在做了，他也得到很多人的奖赏、赞赏，时间点也是对的。那可能这个人就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帮助他，所以他们两个可能目前他们的关系不太能够分散。我们不要把它狭隘在只是爱情上面，因为后面这些看起来。我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关系都比我们想的恋爱那个方式再会大一点。所以以你的角色来说，你问了这个问题，我想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对他的想象啊、憧憬，或是你想做什么下一步，你都可以，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目前这个牌就仅此这个阶段就好了，也不要破坏这些，你们还是可以维持非常好的关系，好吗？那这就是第一组的了，好，谢谢。来，现在来看是第二组选到金币骑士的这一组哈。那我们的题目是说两个人分开之后呢，对方的状况如何？然后现在有人真的喜欢他吗？或是他们的关系情况是如何？来，我们从这个题目开始，那我们把你刚刚的金币骑士放回去哈。我们再来抽，我们现在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哈。就是我不会，我没有设定你，我们脑袋不会有设定是什么样子的角色了。我也是从翻开牌之后才会大概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来，出现了。首先这个牌告诉我说，他现在你现在所想的那个人，他现在可能正在计划往新的下一步开始发展了，而且他好像正在思索，也找到了，他现在心里的那个热情也找到了，他。目前这个状况，他可能有比较远的计划准备要进行，因为他目前看起来有啦，他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一小段时间了，也不能说刚起步，也不能说他走了很久，他已经开始往那里走去了。然后这算是有计划性的发展的下一步，来看一下他目前发展的情况如何。还算可以了。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社群，一个环境，也找到了他也可以领导他，或者是教导他的一个怎么讲组织吗？社群 community 这方面，我觉得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况啦。他附近有蛮多可以互相支援、跟他有共同理想的人，正在跟他一起往那里走。我想看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社群状况。我翻一下，这个是一种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向吗？方向不太确定，他可能往一些身心灵或是更精密研究的一个方向走去。
不过这看起来他现在正在努力往一些他内在挖掘的，或是他实力挖掘的一个未来跟地方努力了。不过也没有很，我发现他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需要比较多人在帮忙他，或是在指导他。他是看到了那个方向，但他没有很确定自己。他现在还没有很确定自己手上有什么，或是他自己的实力，他能够掌握出什么。他现在目前能掌握的都是别人给予他的、指导他的一些鼓励啊、建言啊各方面。他自己内心挖掘的东西，还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不算很明确，但他还在很努力挖掘自己内心的部分，而不是实力的部分。但旁边还蛮多人在帮他的。如果我觉得他走进了这个方向里面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彷徨啦，但是他还在努力。我再看一下，到底他现在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哈？有什么困难？他现在正在遇到？看起来，看一下，OK，还在。的确，我刚有说到了，他其实还真的还没有完全知道自己内心他手上有什么。不过他不是真的是一个人，他正在一点一点的建立上去。他确实不是自己一个人，旁边有一些跟他雷同的人，跟他类似的人，正在这里一起努力，差不多的方向，大家彼此能够互相帮忙。他们确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社群，大家互相探索、互相帮忙的一个环境里。所以以这个题目来说，你现在想的那一个，你们两个分开之后，大家那个情况，他现在其实需要很多人帮忙啦。但可能不是因为你们的问题需要帮忙，他可能人生的方向有一些彷徨吧，有一些也不能说很多选择，而是他找到了他目前所确定的那个方向里面有很多人可以帮他，所以他现在正在里面，但他还在挖掘自己内心，我不知道身心灵的哪一个部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心跟灵的部分比较多，身的部分可能不是他现在的重点。他现在可能心灵的地方有一些小匮乏，或是他发现自己心里有一些伤口或什么，他正在修复当中。来看一下他现在当下的情况，具体情况大概是吧？该怎么说这个牌呢？确实他停住了。他在，我想他找到了这个地方，要解决他自己心理或是困难上面的内心一些困难。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停止了，他在心里某地方是半放弃的。他可能之前有为自己做了蛮多事情或什么，做了一些牺牲奉献，可是好像得不到他想要的地方。他也没有完全放弃，他只是现在让自己停住了。你要说他困住了吗？也应该说，也不是说自己，也不是说完全困住了。我觉得他是收起来了，收起来很多东西，让外在的各种帮忙啊、援助啊、鼓励啊、声音他去被动的去吸收，可是他自己是没有做太多的努力跟进化，不太像是有那种。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第一张牌是2个权杖的话，其实他心里所燃烧的火焰不够，让他快速的达到他想要的那个位置。或许他甚至也没有很确定他目前的这一个方向跟这个世界里，他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了。我觉得他算是蛮被动的，在这整个他现在的环境里。甚至以这张牌来说，他跟人的互动有点比较像是要找到一个分心的方式，大家建立一些做一些事情啊，但事情都不大，都小小的，然后大家彼此互相帮忙，然后他有一个，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方向，可是那个方向也有一点不太实际，不太确定。
我觉得他还在边走边看，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且这个部分比较有点也蛮像是他正在走入一个认识自己的阶段。他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很中间的情况，不上不下，对，因为他现在目前正在彷徨徘徊的一个阶段吧。然后他现在正在依赖他旁边所有比较有正能量的东西，或是比较有就是会主动来帮助他的东西。然后他在这个阶段，他还在努力的挖掘他可能需要的东西，但目前是还没有挖到。来看看他旁边是不是真的有。我再来看一下，如果你有没有题目，他待在这里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有人吗？我来看一下，我来直接问哈。他待在这里的，他在这个社群里，虽然他没有什么位置，也没什么东西，他是为了别人来留在这个社群里吗？还是为了什么？我看一下，是里面有他，好吧，我只能说，我不一定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人，但我相信这个社群里有他需要的温暖在里面。火里的水啊，有，这里面有他喜欢的温暖。因为我的题目是说有没有人，确实有人能够给他一些温暖，但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再翻一张好了，我确定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在这个关让他留下来呢？好吧，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可能留在这里的关系里面有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啊，比他更有智慧，比较能够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整个人的整个心态各方面都是已经比较乱掉的、去乱的。我们不要因为是看到是女性角色出现之后就认为性别上是女性的，我们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子想哈，因为这样想我们会被画面上跟性别上的方向会搞乱。我们必须要讲它的本质，本质上说可能就是这方面代表是一个比较各方面。能带给他一些柔情的、温暖的，或是他确实觉得自己某些情况他封闭起来了，有些人可以打开他，让他感受到阳光的人。那这个部分是可能他这个人比他理智，比他能够找到方向感，然后能够衡量事物，然后能够帮助他看到事物的不同的角度，能帮他破解他的盲点，能够让他的生活在他失重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平衡，也许他一开始进入了这一个 community 这个社群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希望得到帮助，然后这样子在这里社群里面的角色能够这样子帮助他的人有在这里，所以他有点依赖。目前他算蛮依赖在这里的。我们前面也讲了，他依赖在一些跟朋友、跟同才或是在里面伙伴的关系，但他自己的心灵是停滞的、被动的。所以这些主动能够给他的人，他现在蛮依赖的。所以目前看起来，他其实有点算是心灵上算蛮无助的啦。那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还蛮关心他的。如果你们分开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伤害他或什么，的话，你们还是保持朋友关系，还是保持一些还不错的关系，他能够接受你的讯息，我觉得你可以去关心他，去看看他有什么困难，或是你有什么，或是可以找到朋友去问问他，认识他的朋友去问他现在的情况好不好，或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忙可以把他约出来啊。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蛮需要心灵上的包容跟温暖的协助，因为他心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失去了，他算是心灵上算是蛮虚弱的。身体上算是蛮被动，但也不能说也没有生病啊什么，也不是，他身体还是有很多活力，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活力，但心理上可能比较被动，有点像是别人需要拖着他去做一些事情，让他开始感受到一些生命力，这样子。我想一下应该还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我想翻看看。
如果你想要对他做什么的话，我看看你能够，你可不可以对他做一些什么？你主动的对他做什么？因为目前看起来他人是说起来的，比较算是半封闭状态，他可能不会联络你。那或是他也想，但是他不会做出那一步。那你如果是主动的那一步的话，这情况好吗？我来看看。可以啊。这个牌告诉我说，你是可以给他一些丰沛的感觉的人。你确实你是可以给他一些，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给他一些他心里，你可以补齐他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关系或什么，我不确定，我没有想要知道你们关系到底现在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我也没有很有兴趣知道。我比较在乎的是，在这个关系里面，然后这个牌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看到他其实是心里有一些破损的，需要修补的。然后他找的是一些别人来帮助他，而且这些人还不是他原本的朋友，这好像是他新认识的朋友。那基于你可能原本比较认识他的话，这个牌告诉我，你可以去，你反而是一个可以给他更丰沛，支持或是更了解他心灵的人。你是那一个人，或者他也许在内心深处一点点在期待被拯救。这个牌让我看到有一点被拯救。有的时候他很像是牺牲，可是我喜欢看到我这里看到的反面是他想要被人从这个捆绑的束缚里面解救下来。有人想，我觉得他想要有人把他从这一个绳索里面解开。然后我发现，如果你是那一个人的话，你给他的可能不只是心灵上的帮助，而是扎扎实实、具体的，让他能够感受到具体的帮助和温暖的那一个角色。什么角色、什么样子关系上的角色，我不确定。但跟他们这些人、其他人比起来的话，其实你可能你会更你比较边缘，但你的力量不小，你的力量还蛮大的。那这些在他身边的人，有些人是给他一些智慧，有些人是给他一些分析事物的能力，但他们都没办法切入重心，他们都是给一些谏言的。然后有些人可以让他保持他的活力，能够告诉他，这世界上还有一些希望什么的。但是具体上能够支持他、支援他的人，可能是你耶。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个，你可以主动一点做看看。我再翻一张牌，你的角色对他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哦，不要害怕看到死神牌哈。死神牌有很多，我很喜欢看到死神牌，是因为我只要看到死神牌，我心里都是所谓的新的开始，下面会有一个很好的，而且是很好的新的开始啊。它只是当下有些东西是它是有一种舍得啦，丢了得，但是其实它还是有点暗示到你的主动时机点要抓得准，时机点抓得准的话，你的帮忙跟鼓励才会有用。如果你太莽撞或什么，我们也不太敏感的去看到那个时机点，你就直接冲过去给他，可能对他来讲，他可能没办法太快接受。为什么你这个时候出来？虽然后面会有一些帮助，可是在错的时机点或是比较敏感的时机点，你可能会先吓跑他。但是还是可以帮助我。不知道你可能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找朋友去问问看，或什么找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然后是一种偶然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啊。我再帮你问一下，为什么给死神牌？这个契机点出死神牌，到底是要我们注意什么？这样哦。土元素这样子的话，觉得应该算是说，这个点出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死神牌之后要给我？让我想一下，因为我已经看到9了，然后也看到1。的确，我
确定死神牌确实是希望你注意一下那个你出现的时间点，因为它可能会一翻两瞪眼。以好的方向来说，你确实是可以给他蛮好的资源跟支持，但是我怕太过冲动或敏感，让他不太能适应，因为他现在好像在祈求，那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会让他可能会这么害怕。但我是比较鼓励你们关系上能够缓和起来，因为我看到的是后面的，你能给他的需要蛮多的，只是那个莽撞也有可能会出现，呼应了死神牌，确定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因为你的出现或是你的帮忙会蛮大的影响他。我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再等。我现在琢磨在你的主动里，实质上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是不是要等啦？等一下，或是我看一下，这个真的是在等吗？我觉得你要如果你真的要去跟他联络的话，你的情感面可能你要想清楚，不要太冲动。确实是不要太冲动，应该是要理智一点，这种事情都看清楚之后再去。不过目前看起来，我发现可能太冒险了。我目前觉得太冒险了。我个人的画面上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区的情况不如我预期的那么好。确实，我觉得确实，你如果他主动去接近现在的他，或是就算我们已经看到说你能够帮助他的东西蛮多的，或是，但是这个时间点现在不好，他现在还处于一个很敏感的情况，因为他现在说他这张牌出现，让我觉得他其实还蛮有一些快乐，他宁愿现在是这个情况，因为旁边有蛮多人在帮助他的，他可以先讲有些事情哦，我必须说，很多时候啊，人受伤恢复的时间，必须要使用他他在那一份快乐里面待的时间的一半。白话来说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2年，那么分手之后呢，你要那个疗伤，如果是真心的在一起2年，分手之后疗伤至少要1年，这就是一半的意义。所以如果说你们分开之后呢，他还在恢复期，还没有到我所谓的一半。或至少2/3都还没有，或是1/4，这应该怎么说？1/4、2/5，反正就是至少40%都还没到，或是怎么不够，时间不够长，或是60%、70%不够，时间都还不够长的时候，你就去打扰的话，也许他原本能够在未来消化的东西，在这里就消化不了了。可能要等啦。要等，你的关心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不是说你不能关心他，你的关心可能现在还拿不出来，好吗？毕竟这里的气氛不是很对，而是这里的气氛好像对他来讲好一点，好吧？那我再翻一张建议牌，对整个情况的建议牌，给你的给你的一个建议。好啦，你先稳下来，思考观察。如果你真的现在还是那么关心他的话，思考观察，在旁边思考观察他。好，你先稳下来去思考观察他。无论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目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帮你看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想要复合呢，成为朋友呢？原本的朋友还是不要断了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希望你稳下来，好好的去想一下，去看清楚，分析一下那个在空中乱七八糟的情绪、乱七八糟的讯息。你先好好的安静稳下来，坐下来去思考一下这些混乱的局面，前后，过去怎么造成它，现在怎么造成它，未来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先
放着他，去让他去发展这些他自己的生活圈。他现在毕竟他现在不是孤独的，现在很多人在帮助他，也不要去拘泥要去把这一个绳索解开，因为他现在有人解开他这个绳索，但不一定是你啊，很多人都可以帮忙承受。我们要用祝福的态度去觉得，任何能帮助他的都是好事，可以吗？目前最后一张建议牌是这个，我想也不用太多了，可能现在就是这样。结论就是你先按兵不动，观察，看吧，他其实情况还可以，没有到算太糟，他也在努力的爬升起来，所以就这样了，祝福你们，拜拜。来，再来是抽到第3组太阳牌的这个盘，这些朋友，我这一对朋友，可能看到太阳牌实在太开心，这个牌实在带来的欢乐实在太多了。来，选择这一张牌的朋友，我来帮你们看一下。好，今天的题目是说分开之后呢，对方的情况如何？好，然后呢，他现在有喜欢的人在他旁边吗？或是什么样子重要的人在他旁边？我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先抽出第一张来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哇哦，你自己看牌面就知道，他其实情况还蛮好的，一切都不错。他心情上或是什么各方面情感面或者什么各方面，心情上就是很好啦，心情上就是很好，怎么样好？哪种好？我往下翻就知道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哦，我觉得他可能在他自己能力方面找到很好的方向哦。他在思考，今天很特别，今天3张牌都算是3组牌都算是那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可是好坏发展我们不太确定，但是他们确实都已经在你们分开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有些是工作啊、实力，有些是心灵的向往。而这副牌找到的方向比较像是说，他心情是已经平静下来了，然后他能够找到一些不知道他向往的也不太像是一种扎实的生活、平静稳定的生活那个方向，他更像是在追求一种自我实现、自我能力上的实现，或是更精进自己能力或实力，或是他可能往一个他以前没做过的事情走去。也许他心里突然豁达了，有些没有达成的一些愿望，或是一些没去实践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现在正往那里去做，而且心里是非常平静的。那么这个水，我觉得他心里虽然是平静，可是是非常有能量的，充满能量的去往那边走去。然后再看看我下一个，我们再来看清楚他到底是往什么样子的方向走去。哇哦，的确被我说中了。他现在很专心自己能力上的事情，他可能想学一个东西，或是学到了，然后他已经往那里做了，他已经精进，他想精进下来，应该说，目前这个牌看起来比较多像是精进了，它不像是学习，他精进，他现在在他原本的实力上面找到了一个可以进阶的方法，他在往那里去进修，更努力，然后他愿意接受各种挑战，他现在很专心，现在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心无旁骛的在专心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可能以你的角度，你可能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啦。因为你可能才是最知道他可能，因为你们可能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告诉你的一些他的方向、他的梦想，可能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实践或是往那里发展下去的。他现在之后看了你们的分开，也许不一定是坏事，或是你们也不是以坏事的角度，或是有一些挫折方面去分开的，也许有，但整个发展下去是好的开始。然后他也在某些角度上找到了自由，不是你们分开之后的自由，而是心灵上的一些扩张、开阔上的自由，而他能够再去发展他这种记忆上面或是能力上面的一些境界。来，我帮你看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他现在在这里的情况好吗？这个情况好吗？还不错，有，他在这里有很好的滋养，他能够在这里成长的蛮好的。有很好的资源，有很好的能量，有不错的环境，在奠定他现在想要的基础。我觉得他在为他的未来做一个很好的准备，然后好像也不错，这个慢慢堆沙成塔的这个发展下去，好像也已经到了一个某个不错的阶段，他好像也有
很好的成果。目前也不是说成果啦，我觉得他已经过了他得到第一份成果或是他第一份成就感的阶段了，他已经过了，他已经现在在往进阶了，他在这一个发展下面，他已经得到某一个程度的认可了。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些收获了，现在已经在下一阶比我们所期待或是以为的，在更进阶了，进阶中再进阶，对，也许是已经到了新的等级，去了发展的都蛮好的。然后帮你顺便鸡婆的关心一下，他是不是有什么困境？好吧，困境是没有诶，倒是有很多的愿望想实践，他可能很忙吧。没有我觉得他这没有什么困境，他现在都还蛮好的，有很多新的 idea， 很多新的发展，很多机会。如果硬要这样子吹毛求疵的讲的话，他可能反而比较多的困扰是他怎么选择。他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机会也很多。然后就是说，以星星牌出现来讲说，我都会看到一个人许了愿，然后我就会看他前后。我看到星星牌前后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这个许愿啊，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我刚问的是说他遇到了什么困难，星星牌很少会在我在认为困难的时候出现。那他出现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一种，他觉得他离他的愿望还有点距离，所以他在努力，他很在努力，但是似乎也慢慢的接近当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钱币8了，我觉得不是很遥远，他慢慢的接近了他想要的，他一开始许的那个愿望，而不是梦想，而不是终极愿望哦，比较像是他原本一开始进入这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他许的第一个愿望，我觉得他可能快要达成了，所以他现在算是蛮开心的一个过程。那再来看看他附近有没有喜欢的人，或是帮助他的人，任何他喜欢的人，他附近有没有任何他喜欢的人？没有哎、这个看起来是没有，第一眼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没有比较像是不太像是他，这个比较像是他没有心情在想这件事，因为他已经很累了，他在追求这些东西，他很累了。他旁边也许是有他喜欢的同事啦，或什么一起工作的人，一起发展的人，但也许他正在单打独斗吗？我没有觉得他单打独斗，因为我看到这张牌看起来他不像你单打独斗，他旁边有些人在给他一些指点，但也有可能他在单打独斗中，然后他会去问一些能够帮助他的人，给他一些指点。因为我发现他这张牌里面，这主牌里面有一些养分站在他旁边帮他建立起来，那养分是多很近吗？如果是这张牌给的方向的话，可能是没有很近，他可能有一点单打独斗，而且他其实也很累了，他没有时间关心那么多的，他喜不喜欢别人啊或什么的，只要大家相处的融洽就 OK。我再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张牌这出现，是我希望再给我多一点解释。OK， 这个像是一种，我看一下他这里干扰我的是什么。我现在看到这一张牌，其实它代表是说他内心的，因为我问的问题是说，请他解释一下这里为什么出现这张牌，然后他现在给我告诉我说，他的一些热情跟一些他心里燃烧的火焰，常常处于成型跟不成型的变化中。我觉得他可能有时候火烧起来了又落下，火烧起来后来好像不太像是一个浓很热烈的浓烈的火焰。我觉得，因为我们用这张牌去解释他的话，他可能其实累了，他需要休息耶，他需要休息，但他又这么专心，有点废寝忘食的情况。看起来他确实是蛮享受在这个情况，但他可能有点目前的状况有点他累，他有点累。他想要再激发他可能一开始的热情的时候，火是有时候燃起来，有落下来。我觉得他其实主要就是太累了，在这件事情他有点太专心一致了，心智上可能有点疲乏。我来看看哈，如果我抓的这个点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等一下。
这样哦，看来是他有某一些思考上的困境出现了，那一些思考上的困境出现了，他可能如果是愿望牌这样子对称的话，对应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正在接近了某些瓶颈，那这个瓶颈可能是他能力上目前还不够他能够去解决的这一个瓶颈出现了，或是他的本质上他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创造力，或是就他原本手上的能力啦，离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造成的那个距离，就是因为他的能力还不够足，所以他现在可能困在了一种，他还在思考，我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我真的能够达成吗？这样子的问号就在他心里发生，所以他那个火焰有时候燃起了，有没有燃起？因为他可能有时候摸到了一些线索，摸到了一些方法，他努力，然后发现就不可行，摸到了一些就不可行。但是他有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忘记了，其实在任何的摸索当中，即使在各种劳累当中，他还是不断的在成长，一天一天的在成长，每一种学习都在成长。他可能有点忽略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张牌告诉我的意思是说，他困在了某一种自己的思考的困境里面，然后他忘记他忽视了他每一次摸索所得到的一些成长。这些表现都是一些成长创造力，他原本学习来的一些成果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能力在旁边，可是他现在在这张牌，他无视了这些，然后还把自己捆绑住。他自己捆绑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他最想要解决的那个东西没有解决，所以他世人都都没有办法。我认为他应该要停下来想一下。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些女祭司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女祭司出来提醒我们啦。我觉得他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一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来问这个的，那你跟他还有联络，我觉得你可以去给他一点暗示。假如你也许已经跟他还有，我不知道你跟他的现在的关系联络密切度是多少了。不过目前牌面看起来他有点累了，心思在里面。也许他的外表看不出来哦，他也许外表看不出来，但你可以问一下，他其实有点累，然后找不到方法的累，他需要放空一下，他需要把各种东西放空，因为他现在是内缩，这个就是内缩。他把问题各方面都内缩起来，他没有放开，没有放开去迎接各种可能性。目前这个方法就是他把可能性放在外面，封闭起来。他现在要一点被动的去吸收这些东西。现在他在他所有的思考里、所有的经验里、所有的偏见里哦，正在里面困住了自己哦。那他的火焰啊，再多的权杖，再多的骑士精神，再多的冲刺，再多的冲动，再多的爆发力，如果你是困在这里，到时候就只是一个困局而已，他也上不去。那你原本许的愿望，你的目标可能就越来越远哦。我们看到了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专心一致，但是别被自己困在自己的思考里，不要被困在思考里，拜托。最难得的是我们拥有那一个行动力。而思考这件事情是用来让我们决定的，我们决定好，我们就努力往前冲下去，不要困在自己的思考里、挫折里，那些都没有关系，那些都是一点一滴，你只要比你昨天早上比晚上，今天比昨天好0.1、0.001都是好的，然后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在于很多的失败里面，我们错看了失败里面的优点，而失败里面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优点，只是因为那些失败的成因过大，而导致了那些优点被覆盖、被忽略。可是我们在每一种我们认为的挫败跟失败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优点，你可以把它截取起来呀。我们怎么可能会是毫无获得在任何的挫败里面？不可能。所以你要静下来去思考那些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我们可以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往下一步走。整合起来，整合那些优点，整合那些我们所学会的记忆，融会贯通之后，再把它组织成一种新的力量之后，来破掉这个局，回到你一开始这种蛮开心的往这些走那种成就感里面，找到了新的方向。这些不要被后面困住。来，再看一张。如果你是他的朋友，我现在想给他的是他的建议了，但是他的建议我们也传不到他那边，所以只能给你看看你有什么方法能够给他，好吗？如果你们现在的关系还不错的话。
或是也许你们没有联络，但你可以告诉他的朋友去告诉他也可以。好，他现在的这个困住的情况啊，对啊，困住啦，又困住了，哎呀，2张了，这个不要困住了，不要烦恼了，就是单刀直入，他没有告诉他说不要困住了，不要困在这里的思考里，好吗？那么我来帮你看一下你的角色里，你现在这个角色对他来讲应该是什么比较？这个牌告诉我，你对他来讲是有情感面的帮助啦，但是你愿意吗？因为他现在有点太过在理智上，他太用理智去思考了，好吧？他太用理智去思考了，理智，这都太冷了，这都太冷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像这个圣杯皇后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一些能够在里面有柔软的东西。他现在这些都太冷太硬了，哦，即使是火焰，那已经已经他非常劳累了，这些火焰都不太有力了。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比较能够有弹性的东西，所以出现了圣杯皇后。如果你的角色是能够影响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当看那个里面的水，让他感受到一些比较柔软、有弹性的东西，你的想法能够告诉他。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啊，但是如果你能的话，或是你能够找朋友的话，去提醒他一下，不要困在这些思考里，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去接受，把自己打开，把自己身体里那些已经装满的东西，让它透明掉，是空的，让装一些东西，装什么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先装一些平常不太接触的东西，让里面产生一些化学作用，一些组合，一些磨合，或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你再重新来看你现在这个目标跟这个的距离，有什么东西可以修正，有什么可以加减加入的。这个很重要。那我现在这个是你的角色，你可以当这个角色，或是你可以去创造这个角色去帮助他。我不知道，我再看一张牌，你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或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提示？好吧，宝剑骑士这张哦，这张的出现告诉我，出现的字是告诉我，这是一个冲动的火焰，因为它这个是有风很大的火力，风很大的火，越大的风火就会越燃烧起来。这是一种有外力去给予的一种火。可是这张牌是给你的，他在告诉我说你需要冲动一点去，就直接去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个危险性。但这里给我的时候，你需要会不会需要一点，要再不要那么敏感一点？或是把这件事情大而化之的看一下，为了这个你的朋友，你以前很在乎的人，他现在困局，或是你需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嘛，及时莽撞。这里是及时莽撞。我先重新定义一下这张牌，这张牌有点因为我的性格方面我是极度乐观的射手座，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去莽撞的去告诉他，但也有一个面向，我必须这里要提醒你，他也许在告诉你说，如果你去了，这是一个莽撞的行为，是鲁莽的行为，好吗？这是两面性的，你要自己决定去观察。我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就该马上去，但是他现在需要一些比较柔软的面向，你可以给他，而且你可以创造别的人给他看你。那这里代表的是冲啊冲啊，好一点讲就冲啊冲啊冲啊，不要管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冲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冲了就是莽撞，你这里要看清楚哦。好，那差不多这样子，我觉得这整个情况我再给你一个建议牌。我不知道他会给哪里的建议，我给你一个总结的建议牌，看他怎么给你。给这个牌不是什么大建议，感觉很像是说我好像在告诉我前面都已经说完了，就前面都已经说完了，再找一些建议，连鱼都能够给你建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直觉就是这个牌对我来讲太弱了，就是它的力量太小，它不太像是在给建议的一个角色。表示我前面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它比较像是说，这个牌我觉得它确实不太像是要叫他出来给建议，它比较像是说你叫我出来干嘛？我能给的建议太小了，我也没办法给他什么。我前面都已经说完了，叫我出来干嘛？比较像是这样子啦。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不知道你想往这个问题之后要发展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个人从牌面上看到的情况是，他需要一点点帮忙，但也许时间能够让他找到。如果是这样时间，我再帮你问一个问题好了。我们需要等他，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去回复吗？还是我们需要去推动他呢？以时间上来说，以时间点、以时间的观念来说，我们要去推动它吗？还是让它自然的发展呢？看一下，要耍一点小心机。这个牌比较告诉你说，就是要走一些比较不传统的方法去影响它。这个牌并没有叫你不要动，就是静观其变没有。这个牌没有静观其变，这个牌比较像是我们要动一点点，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大力的动，去小小的动，一些小方法、小聪明，我把它当成小聪明。它整个牌告诉你要一点小聪明。如果你要去帮助他，他要一点小聪明哦。那可能证明了这一张牌太莽撞了，我们不要莽撞，我们要的是小聪明，好吗？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话，不过我的建议是，我的人生建议，以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通常你不要自己主动，我们要的是创造一些旁边能够把这个讯息传给他的人。你不要个人，不要太主动。如果你有机会去试探，不要用试探了，你有机会从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影响他，就去旁敲侧击，不要你自己，因为通常你会来问，表示你对他的影响力可能是最大的。那个摆动啊，那个东西都是太庞大了。小聪明可能就是你去创造能够告诉他讯息的人或是方法，好吗？那么应该我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那祝福你们，谢谢。Hello， 欢迎直接来到第4个阶段来领取礼物的阶段了。别担心，你前面的那些占卜你都错过都没有关系，你要略过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来领取礼物都 OK。我这就是每一次影片我都会给你一些全新的祝福，我们来看看塔罗牌能给予你什么好的讯息、好的能量，这都是不错的。来，我们来直接翻开3张牌，看它给予我们什么。你今天该有的能量够幸福，你随时可以来领取啊，这是没有时间的，好吧？这些都是共识性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OK， 好，来抽3张，原则上是抽3张，如果我觉得不够，我会继续往下抽。有时候我就是贪心，我想要给更多，好吗？来哈，这些来3张。1、2、3，来，哦，这是很不错的牌。我看看哈，他给你什么建言，其中包含了祝福跟建言。目前给到的祝福是说，你在努力的工作，你现在在努力这件事情，你会得到很好的奖赏，你会得到非常多光彩，比较多人，很多人的赞美，大家能够看到你的成果。别担心，你目前能够得到好的评价，然后。这一张牌告诉我们的是，你现在想要达成的东西，它马上就要有成果了，你要达到了，你那个目标马上就要有了，别担心，继续勇往直前，不要停下来。这2张搭配就告诉你说，你快要达到你要那个东西了。来，这里告诉你，不要懒惰哦，就差一点点，不要懒惰。他在提示你不要懒惰，如果你懒惰下来，前面这个东西就会被你拖慢了，因为你已经快到达了，不要懒惰，好吗？目前给到这3个就是。你快要心想事成了，你快努力到的目标都快就在眼前了，好吗？很快，马上就有成果了，这就是今天要给你的一个好的祝福，好吗？就这样咯，欢迎，谢谢你来看今天的丰盛奥文频道，拜拜，我们下次见，拜。